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又回到新一期的环世界的旅程了。上一期我们应该是打了一波这个甲虫啊，然后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啊。这一期上来，我们先整理一下我们的阵地啊，然后也开始去为我们之后的这个任务线做准备啊。我们从这一期开始就要做这个生物的任务线了啊。生物的任务一共是五个子任务啊，五个子任务是固定的，只不过刷新出来的顺序可能是随机的。我们这里已经刷出来了2个生物的子任务啊，这个流程比较长，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做啊，否则到结局都可能做不完啊。这是一个事儿哈，另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图鉴啊。我们这里的这个2级的这个实体图鉴还有好多没有打开啊。我们这把呢走的结局肯定是意向的结局啦。之前第一期的时候说点赞1万这个一种结局是吧？我有点高看自己了啊，这个只能解锁一种结局，解锁不了第2种结局啊，那就算了，我们就做这个意向的结局。但是即便是如此呢，小米也会把这个其他 DLC 该展示的内容都展示全啊，比如说我们完整阵地的样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机械族啊，能做的这个比较高级的机械族做哪些啊，以及后期的一些这个战斗该怎么打等等的一些东西都会有所演示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好吧？那这一期上来呢，我们先来稍微的收拾一下这里啊。这里呢，我看这个白羊大佬的视频，他把这个小甲虫啊，最小的这种叫做虽然它最小，但是它叫巨型甲虫啊，这个东西当做这个触发死灵弹的一个引子啊，然后装到这个弹射舱里去，用来触发死灵弹啊。想法是很好啊，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好像这种方法我自己稍微的实操了一下，比较适合野战啊，就是或者比较适合开放阵地。对于我们这种阵地来说呢，帮助可能有，但是没想象中那么大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这个想法啊，但是我们也稍微的装2仓试一试啊，看看到时候能不能起到一些比较神奇的效果啊。然后我们也稍微的试一下。这边刷出来了不少的好东西啊。首先这个高爆弹可以全给它买了啊，这个手我们自己做啊，这个又不贵啊，这个还是挺划算的。心灵佛叶爬山器这个必须存的啊。恒星狭缝在这个版本还可以啊，我们可以再拿一个。猎杀人类脉冲着实在沙漠地形没有什么用啊，最主要是它有2个超凡啊，这个超凡是必定要拿下的，但是我们现在钱可能不够啊，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先最少拿1个超凡啊。1个超凡还是可以拿得下的啊，但是第2个的确是拿不了了啊。那我们把冲击枪带走，那下一次我们再来买啊，我们优先先买腿啊，腿这个对于求生是吧，还是更重要一些，我们优先先上腿啊。好，那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家里呢再继续做这个产出窑，再继续产出啊。等它再产出一些这个优质的衣服啊，我们再出去再冒一波，把那个仿神币也拿回来。哦，什么？忍儿和标火在一起了，苗鸮被他甩了是吧？发现苗鸮这么多个不值钱了，然后又被关起来了，就被甩了。苗鸮的属性还凑合啊，就只能说凑合，没啥特别好的，主要是火的位置一般，也就建造能练一练啊，烹饪也用不着它啊。能用倒也是不是不能用啊，那就先在这里洗觉洗着吧。那他既然换了人了，我们就给他换一个是吧？给他换一个床啊就好了。奶奶自己一个人睡这么大一张床，我给他换一下。我们远征队第一次遭到了伏击啊，是一个拿着大棒子的这个流浪者啊，想要抢劫啊。那好吧，我们来看看怎么应对啊。乐天派的纵火狂啊，一般啊不要啊，我们就也不冲他了啊。就有没有枪啊？问题应该不大，而且我们是但是我们这个枪就是射程有点远，但我们是射击专家，应该还好。好，就死了。
那我们就重组远征队啊，继续回家。好，我们来把这个甲虫的尸体放到弹射舱里啊，一个弹射舱放这个最小的甲虫，大概能放10几只的样子啊。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死灵弹的一个启动啊，还是可以的，还是挺不错的。我们就留一些尸体啊，看看之后会不会派上用场。坏了！哇塞，我刚才没注意啊！我们射一涵从这边打算贸易出去的时候，走到这里把我们这个虫族给惊醒了，坏了！哎呀，坏菜了啊！这射一涵不知道保不保得住了呀？主要是射一涵，好在他不是伴侣啊，但是最好也别死了，他有我们全村最高的射妖等级啊！怎么救一下？我想想啊，我的矿工还倒了，这个刚装了超凡仿生腿啊，在那个什么，在睡觉啊，在麻醉啊。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携带的方式把他救回来啊。那倒是铁定倒地了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幸免的余地啊。但是可以看看能不能用别的方式把他救回来啊。我们其他人赶紧去阵地准备啊。这个虫族这就被激活了，没注意啊。这理论上我们能行走的区域应该是不包含这片的，但是远征队出图的话，它有可能会从这个方向走啊。这个我忘记了啊，没去那个啥。好，倒地啊，还行，只是倒地了。7个小时死亡啊，掉了个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还行啊，问题不是很大啊。好，那其他人赶紧去准备啊，我们机械师一会儿去把他救回来啊。机械师在这边等一下。这边这个出发的早了，导致好多虫族都没进来啊。这里的结构还得再改啊。我之前把这个角的这个墙给它去掉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墙炸不掉，这屋顶塌不下来啊。但是这个墙去掉之后，这颗炸弹触发的太快了啊，这个效果不好。我们之后再修正一下这里。这边又掉下来了一个新的方尖碑啊！上一次是复制人方尖碑，这个扭曲方尖碑可以给它叫做迷宫方尖碑啊！我们也先把它的活跃度压制一下，并且开启这个自动调查，让小人先去搞一搞它。现在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战后的这片狼藉啊，还没有时间去弄它啊，我们先搞一下。我想到一个方案呢，要把这2个墙角的这个幕墙，我们人为的把这个耐久度给它削一削啊，然后把它2个不要放在居住区里，不要去维修啊，看看能不能之后引发这个连锁塌方的时候会更丝滑一些。
好家伙，我们的苗小死了，我们的忍儿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完全，甚至变成仇人啊，仇人苗小死亡，真是可以啊！这苗小死了啊，原因是因为我忘了给他改这个饮食配方了，他吃不了这个营养膏啊，所以就把自己活活饿死了。这个好在这个恋爱关系已经解除了，这个失误就算过去了啊，但是，我们也就不给他准备什么坟墓了啊，他也不算正式的殖民者。从天上掉下来的便宜殖民者，我们也就不管了。这边有一个任务，其实还可以啊，叫做补给冰封啊，让我们做61个泡沫灭火弹，给一个大师的电荷和一个大师的跳跃背包，还可以啊。至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般啊，这个第一个我觉得不错啊，当然死面扩容血清也是挺好的东西啊，但是我现在更想要武器啊，而且这个跳跃背包给这些没有长月下肢的小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装备啊。所以我们来做一做看啊，泡沫灭火器还好啊，这泡沫灭火弹还好，只需要钢铁就好了啊。所以61个泡沫灭火弹还是比较好做的啊。这里直接就给它做61个啊。完了背心儿到现在还没做出来呢，这是让谁做的？任何工作者都可以做啊。可能是缺布吗？有可能是缺布啊。看看家里的布啊，家里布应该是之前做衣服已经花光了啊，所以没有布了。我们可能要种一点啊。家里的种植面积这边还能再压榨一些啊，或者我们去买一波也可以啊。但刚才的贸易小队没出去门啊，这回我们再派人出去再买一点这个布回来啊，这个东西都好弄。这里我们动力爪也生产出来了，我们现在开始给我们的食尸鬼进行终极配装啊。我们的食尸鬼中比较厉害的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老大，因为它有的特性比较好啊，再加上我们初始给它捏的基因也比较正义啊，所以它的这个属性是最好的。那食尸鬼呢，除了我们之前给它配的这几个这个意象 DLC 的专属装备之外呢，还有一个装备可以做啊，就是我们之前拿到的那个特殊的蓝图啊，叫做专业肢体的蓝图解锁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动力爪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啊。这个装备呢能加这么多的近战伤害，还有33%的近战穿透，但是它唯一的不好一点呢就是减8%的移动能力啊。这里需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呢，关于食尸鬼的终极配装啊，其实 Wiki 上是有这个写的啊。一般来说是3种方案，一种方案呢就是双这个血肉臂啊，就是血肉触手，但是双血肉触手的触发条件比较苛刻啊，需要你这个小人先转化成双血肉触手之后，再让它转化成食尸鬼啊，这个食尸鬼才能变成双血肉触手的这个状态啊。已经转化成的食尸鬼是没有办法再长出血肉触手的啊。这个要求比较苛刻，除非你一开始就选了非人化的魔音，否则比较难以实现啊。那另一种方案呢，就是机械叫做动力爪，双动力爪。双动力爪呢，它的输出是很高的啊，在这几种配装里输出是很高的，但是它对移动能力的惩罚比较高啊，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啊。所以有一种折中的方案呢，就是给这个小人配一个动力爪加上一个木手啊。木手这个东西呢，由于它会降低小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这个效率啊，所以就会让这个比如说这个食尸鬼啊，它的左手是动力爪，右手是木手啊，那它就会这个左手的攻击频率就会很高，右手几乎很难去攻击一次。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均 DPS 其实并没有下降很多，因为右手出手的概率低啊，基本上没怎么降低它的 DPS。但是呢，在这个财富值的权衡上和这个性价比上，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并且它能保留一定的移动速度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让这个我们的所有食尸鬼啊做这个单动力手啊。一般来说我喜欢放右手啊和这个单木手的这样的一个配装啊，这是我的一个接下来的升级方向。那这样我们就只需要造4个动力手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我们的医疗室由于缺少白银啊，所以只完成了一半啊。但即便只完成了一半呢，也还是可以的啊。配上这个生命体质分析仪啊，
我们就把我们的食尸鬼放进去。你要注意啊，你这个手术还是要让它尽可能的成功率高一点会比较好啊。你成功率太低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被浪费掉啊。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动力爪，如果在手术过程中失败了，这个动力爪就消失了啊，所以会浪费材料，所以尽可能的呢还是别浪费啊。哎，说啥来啥，我真是服了，这动力爪就消失了啊！我这个应该是这个造好之后，这个手术才做完的啊。这个判定上应该是吃到了生命体征分析仪的这个治疗质量啊、手术成功率的这样的一个加成的。我们哐哐一的医术有这么挖吗？我真是吐了。还得练。我这还是个极佳的医疗床，这就浪费了一个动力爪，没办法啊。看看产出窑，你看产出窑一次就成功啊，什么鬼？产出窑这简直是我们家里的核心啊，太重要。这个殖民者被埋葬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心情检疫啊。那我们给他埋了吧啊，省着这我们小人看着不高兴啊。虽然是吧，他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伙伴啊，但是我们以表尊重啊，以表尊重，跟这个跟死灵蛋这边放在一起啊，放在门口这边好。这边的尸体的数量还是太少了。我们小人终于崩溃了，我们崩溃艺术家一次都没崩溃过，他终于崩溃了，快看看他能不能触发创作灵感。我们的小忍终于来了一次创作灵感啊！可惜他现在手工等级还不是特别高，但是做一把枪应该问题不大。我们现在开始做我们的这个速射枪啊，手工7级就能做啊，我们让他小忍来做。又一次的边缘人才招聘会来了，不过这个招聘会的形式不太一样，这是来7个难民直接加入我们啊。他说能待了20天啊，就会离开啊。我们先把他们招进来，这也是边缘人才招聘会的一种形式啊。只不过这种招聘会呢，相对来说更可控一点啊。我们的人数上限还没有达到，我接近想做20人左右吧。现在这个难民任务，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没有任何的惩罚，所以我们想怎么弄啊，没有什么代价啊，这个是我现在觉得这个难民任务不太好的地方，应该是吧？搞一些这个不好的代价，让我们就是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心理负担再大一点就好了啊。现在基本上就是变成固定的边缘人才招聘会了啊，意志坚定的苦行者啊，意志坚定不好洗教啊。都来了吗？都来了啊，7个人啊，种族不太好啊，乌海种，这是智人啊，智人意志坚定苦行，这个还可以啊，这个施思云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就没有用了。这是什么种族啊？又是土焰种，土焰种可以去扫一扫基因啊，这是智人的格斗者没有用啊。速学直来直去格斗，这个人呢可以做。
它有这个一缕之故啊，然后皮氏啊，这些基因，它可惜没有坚韧啊，有坚韧的话可以再做一个食尸鬼。现在的话就差一点意思啊，因为我们一共5个站位嘛，但实际上这个阵地很快可能会被取消掉啊，就不需要这么多食尸鬼了，所以做不做都可以啊，这个就先不做也行啊，那就只有这个诗什么云啊，是我们必须给他留下的啊，其他人都无所谓。哎呦，这他难民跑得好快啊，没来得及给他留下来，这有点难受啊！哎，别走了！好家伙，跑了3个，跑了3个，我们的恶名可能会传出去啊，没有什么别的影响啊，没关系，跑了就跑了吧，我们抓了2个人啊就可以了。哦，我们终于看到猫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我们赶紧买1只公猫，1只母猫，这样就可以在家里繁育了，挺好的。然后有小伙伴提了，我们要不要养一些动物啊？我觉得也可以养，不过养动物最好让它们吃营养膏啊，不吃营养膏，其实养动物就性价比会低一些啊。但是我们现在营养膏机在囚犯的房间里，想搓营养膏不太方便操作啊，就是操作有点累。但是也能操作啊，也不是不能啊。我们买1只公牛吧，买1只公牛，然后让这2头，我们家里有1头母牛啊，让它俩繁育一下啊。这波刷的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再买点什么零件，遇到我每次都是必买的啊。布我们给它买掉啊。现在没有钱啊，我们最好能卖点什么啊？这就不用我们出门了啊，就可以把这些直接卖掉。他收不下这么多，好，这些还是能收得下。这样换一点白银出来，我们也可以去把这个家里的地给它铺完啊，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需要买啊。心灵震颤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啊，召唤这些暂时都用不上啊。这掉的这个位置真牛啊，就直接给我掉这个格子里啦，你可真行！我找了半天，我家另一只猫去哪儿了？这2只猫就按我们家主子的名字来命名了啊，虾米和虾丸。好，他们就只能驯服啊，然后给他们单独的放在这个安全区里啊，就家里这一小块地儿，除了这个安全区以外，别的地儿都别待啊。去以最大程度上的确保他们的安全啊。然后我看一下我的文化改革刚好可以改啊，那我们这次就把圣兽给它加回来啊。这里有的小伙伴说要不要用黑暗清河啊？黑暗清河我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去触发它，所以我就暂时不加黑暗清河了。有没有什么需要添加的魔音？传教热诚要不先加上，因为最多4个魔音啊。我们既然有第4个可以选，我们就先把传教热诚给它加上。然后传教频繁，这就是固定的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不是我们教的人洗的会更快一些啊。其他的都没什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节日啊，节日我们现在人差不太多了啊，留3个招募吧，然后我们留几个补充精神力好了，把这个补充精神力给它改过来。好，然后在圣物这里我们加一个小猫猫啊，这个小猫猫就会成为我们的圣兽啊。圣兽如果死了会有巨额的心情惩罚啊，而且圣兽的肉也不能吃啊。但是我们猫的话，因为可以繁殖啊，所以只要繁殖起来的话，基地里的猫的数量多了，就变成随处可见的圣兽的话，所有人都能加5的心情啊。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当然并不是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啊，但是我个人就是算我个人的喜好吧啊，我就想做一下这个小猫猫圣兽啊。我们继续。好，大家其实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赶紧先把我们的这个生物任务啊，就是第一个这个海尔无人机这个任务给它接一下，这个最好保存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无人机刷的位置很坑的话，它的确不好做，得看这个无人机刷在哪儿啊。这回这个位置真的不坑，
这位置是不是有点绝呀？这是降到哪儿来了？我的妈呀！我们家里支持最高的人是老枪啊，那我们就让老枪去破解啊。其他的人，那这个敌人的袭击肯定会往这边来的啊。他在里边，他们会不会走阵地呀？这我还真不确定啊，有可能可以走阵地的啊。这个，一会儿看看吧，看他们袭击刷来的时候，大概7个小时之后就会把袭击刷出来了。最好这个段时间就让大家不要再去出远门了。这个位置刷的太绝了，我们的骇入速度高达130%。哎，我们的极致科技研究完了，我们能做最高级的机械体了。然后你说再研究点啥啊？都行吧啊，做点电荷枪也可以啊。然后最高级的机械体，我们就可以在大型的这个培育机上去培育了啊。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战争女皇和这个百机长啊，百机长。百机长我个人用的非常的少啊，但是女皇基本上每个档是必造的啊，一定会造的一个这个机械体啊，因为它在我们的手里用很强啊。然后我比较推荐的其实是这个盾位啊，这个盾位呢，它相对于这个百机长来说，百机长它也有一个防御啊，它有一个球形炮塔，就是能在边移动的时候边射击，并且周围有一个护盾啊，就是边移动边有的这个护盾。但是盾位呢，相对来说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输出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它也有一个护盾，这个护盾给我们的这个近战场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后边可以考虑把食尸鬼的这个站位都换成盾膛啊、盾位啊，这样就有榴弹过来，我们就不怕了，就会被这个盾给它挡掉啊。包括我们后边之后这里的阵地啊，会有个盾膛的站位的，所以盾位啊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机械体啊，也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极致科技解锁的吧？我们稍微瞅一眼啊，是的啊。哎，极致科技解锁的，然后还能解锁2个终极的这个增加带宽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啊。我们也有慢慢的去给它造起来啊。现在的话带宽应该是不够啊，我们看一下，小忍还有8点啊，机械师呢？机械师肯定是不够了，小忍这个没准还真是够的啊。我们看一眼女皇要几点带宽，5点带宽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可以让小忍去培育一个啊。哇，我的小忍坏了，坏了！我本来说让小忍练级的，我忘了我的小忍，唉，难受，难受啊！但是也没啥办法啊，那就耗掉就耗掉。好，袭击来了啊！但是就像我说的，我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走阵地啊，因为我从来没试过把它刷在我们的阵地内部过啊。但是我们现在就假设他会走阵地啊，我们现在去处理一下。不会啊，看来是不会走阵地的，看他们的这个移动方向就知道不是往阵地这方面走的啊。那我们只能跟他们野战了啊！野战其实也不怕，因为他们的武器并不是很好啊。我们稍微的集中一下人力。看来他们要打墙啊，应该是想打墙的啊。哎，这标火是内鬼吧？我们还放进来一个呀，放进来的这个位置还不太好啊。这是内鬼吧？这位置不太好处理啊，标火赶紧自我照料一下。火焰逃离啊，不管啊，我们往上走。这个太空无人机要自毁啊，我们赶紧离这边远一点啊。
他们这边已经凿穿了一根墙啊，不知道能把它炸死。这里野战这个我们的射程太短了，非常的不利啊，需要不停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位置和距离啊，否则很难打到敌人。比较坏啊，这一炸好在没把这个墙炸破啊，否则我们的这个隐身魔有可能会逃出来啊，就不太好了。这个炸了就炸了，也无所谓了。我们现在只要完成了这个骇入无人机加密的任务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生物任务的这个进度里啊，已经变成5-1了。我们还有4个不同的任务去完成就可以了。好，我们派我们的射翼函来完成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任务啊，给他送61个炮灭火弹啊，然后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这样就拿到了这个电荷枪和跳跃背包啊，都是很不错的东西啊。然后射翼函本身是没有远距离折跃的能力的，这个稍差一点啊。你可以考虑就近让他去搞一点钢铁什么的，把自己弹射回去啊，这个不是不可以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麻烦啊，也不至于啊，我们就走回去就好了，大概也就0.6天我们就走到了，有图运动物的加持啊，刚好的我们也去顺路贸易把刚才漏掉的这个超凡仿生币也给买到了啊。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已经是完整体的这2个食尸鬼啊，先把这个给它禁掉啊。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大的这个食尸鬼啊，近战伤害系数150%啊，然后每秒近战伤害14.93啊，33乘90%除以2这样的一个数值啊，护甲穿透49%啊，哎，护甲穿透我怎么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高啊？的确是动力爪啊。没有我想象中高啊，但是也还好了，也还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不是这个动力爪的食尸鬼啊，它的护甲穿透呢只有25%，然后伤害也比我们有动力爪的这个差了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这边有一个擅长近战的基因，还是非常厉害的，能让我们的这个近战伤害系数直接乘以225%。然后我们的老大没有这个基因吗？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个重数啊。的确啊，老大竟然没给他捏这个基因啊，这个是一个不失误的地方啊。要给他捏这个基因的话，他这个伤害还能再加啊。好，那这个食尸鬼呢，目前啊暂时就这样了。我们看我们基因库里现在都有什么了？我们好久没去扫一下基因了，好斗这些都没有用啊。超愈合，那我们有擅长近战的囚犯吧？我记得看看哪一个组啊？涂彦种应该是不擅长近战的啊，擅长，哎，好，我低估你了啊，我低估你了。好，我们去看看能把擅长近战的这个基因给它扫出来。可以看一下我们老大打这个羊啊，基本上是一拳一个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拳打死小朋友，1拳1个啊，这样的一个输出状态啊，这还不是最厉害的一个食尸鬼的配置啊，还可以更高。
这边刷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啊，叫做一群美洲狮啊，会给我们一个9名皇家禁卫队啊，2个小时之后，这个美洲狮会来到我们这边啊。能力呢，最主要的是有这个折跃护盾和折跃啊，这2个是我很想要的这个心灵能力，我目前还没有收集到啊。现在应该就差远距离折跃了，我们把这个就给接下来。虽然7点荣誉点数我觉得也很香，但是这2个的确很强啊。肘刀就算了啊，我们就把这个接掉啊。这边的椅子我们也再补一下，我们这里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房间给它开始进行改造，上面这里变成纯粹的祭坛啊，下边这里开始做成这个真正的夜间厅的这个样子啊。开始做起来了。祭坛也是要有4根这个支撑柱的啊。我们这边把支撑柱什么的都补一下啊，看看这里怎么放啊。这个位置呢暂时还都只是个临时位置啊，之后还会再改，把这边的宝座也要给补齐。这边的小破凳子先将就用着吧，先将就用着。好，这边9个皇家禁卫队就来了。这段时间呢，我看一下，这里压制度还可以啊，我们就让所有人最好都不要再出去了，都回到我们的安全区里来。好家伙，这人数着实不少啊！好，猎杀人类的狮子啊，足足有1万点啊！这个规模如果不仔细对待的话，还是挺难的。但是这一波91个狮子将后面是成为我们死灵阵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还是很值得一接的啊！这个之后都是我们的尸体的来源。这几个皇家征服队的人呢，完全是可以送掉的啊！等到我们后边看一下啊，这个是吧？打的差不多了之后，就把他们给送了得了。反正他们留在这儿用处也不大。刚好这边缺一个扛伤害的人啊，那我们就让这个皇家征服队他们穿的甲也比较厚，让他们上吧。这里又触发了，不过这一次触发还可以，但是这样就把我的死灵弹给它触发出来了。得啊，这个还是没有炸掉，这个没有倒掉啊。又忘了把这个幕墙给它那个啥了，应该是画到了我们的这个居住区里。没有呀，没画。我怎么记得我已经把这个血量削了啊，还没炸掉，没炸掉。这个地方，这个墙估计还是得给它取消啊，否则这边总有一块炸不到。这边死灵阵就被激活了。所以说之后只要是走阵地的这个袭击，对我们来说都比较简单啊。死灵阵触发的这个单位对我们来说就是友方单位啊，那就不再是敌对的啊。然后这个死灵尘呢，它在室内能够飘散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在室外的话呢，它的时间会持续的短一点啊。然后这个被复活的这些死灵单位呢，可以看一下啊。它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时间限制结束之后呢，它就又再次变成尸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完了，我这几个皇家征服队还送不掉了，送不掉就算了。他们身上都是有制容器的啊，所以也不会说是给我们留多少装备出来啊，只是让他们进来，让他们出来。最好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从阵地走啊，让他们从阵地走，从这边走，把这个什么打开，有的时候还挺烦。这边好像无所谓啊。看能不能把他们几个送了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屋顶的地方，这个死灵尘就还在啊；没有屋顶的这边死灵尘已经消散了，所以这边又复活了一点点尸体啊。所以死灵尘呢，你如果不想用这个屋顶塌方的这个阵地，因为它有点和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死灵弹呢，稍微的你不能说不兼容吧啊，稍微有一些象性不够特别好的地方，因为它死灵尘散发的会比较快。那如果你并不在意这个事儿，就无所谓了。你要是在意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把这个房间给它围一下啊。这边屋顶塌方的这个就不要了，只它这一块啊，只它这一块，把这边的爆炸引发啊。然后这边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围起来啊，围成一个类似房间的，然后让里面放尸体啊。这样的一个好处呢，还在于这个用房间来放尸体，我这一个都没死嘛。
就倒地了几个人啊，那这些人我们不管啊，让他在这站着好了啊，其他人解散了啊，休息睡觉。这边尸体太多了，小人长时间在这里会得这个肺瘟啊，肺瘟要治的啊，它不治的话会治是能治好的，首先啊，不治的话会严重，有可能变什么肺癌呀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还是要治的。这边最好的办法呢，还是让机械族去搬运啊，我们小人就不要过来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案。我们把这边暂时先移除一下啊，让这个机器人去把这边搬运一下。业界招聘会又来了，这次除了一个智灵种以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没太看上啊，就只抓一个智灵种，其他的活就活啊，死也就死了啊。好，我们把这个人救一下，把他俘虏起来。好，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这方尖碑终于调查完成了。其实这个方尖碑在调查的时候，最好派一个你的殖民地里这个综合属性比较高的人去调查会更好啊，因为它有概率会触发随机传送啊，就是在你没有被完全调查完之前，它就已经激活了。这个人，这个正在调查的这个人有可能被吸进去啊。那如果此时这个人的综合能力不是很好啊，他进去有可能就活不下来啊。这一点的确应该提前注意一下啊。我这里算是玩的比较糙了，没有去额外的注意这件事儿啊。我们基地里综合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的这个，一定是我们的矿工啊。所以我们让我们的矿工去把这个给弄一下啊。身上其实最好多带一点吃的，但是我这里就什么也不带啊，就模拟一个。当然也不是完全模拟了，因为我的身上还是这些吃的是可以提前通过这个方案设置把这些东西装在这个小人身上的，在管理用药方案和这个饮食的时候是可以提前装在身上的，这个不算啊。但是这个人物我选的这个是能力比较强的，主要是因为他有一把突击步枪其他人行不行呢？其他人大概率也没问题啊，因为这里并不难啊。我们直接就触发这个矿尖碑啊，然后我们的矿工就消失了啊。选择主动触发，它就会被传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这里需要额外的强调一下的是，所有的这个方尖碑都是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地狱魔王啊，地狱魔王的这个火炮啊。它的这个火炮由于伤害非常的高，是可以把这个方尖碑给直接秒掉的啊。但是呢，你需要注意，如果秒掉这个方尖碑呢，这个方尖碑有关的事件我们就触发不了了。那小米呢，第一次给大家触发呢，就肯定会把这个事件给演示全啊，包括扭曲的、刚之前的复制的都已经演示全了。之后如果再刷相同的方尖碑呢，我们就选择用这个魔王一火炮啊，直接给它处理掉就好了。然后这个腐化的方尖碑呢，进来其实就是迷宫啊，我们在这里要走迷宫啊。但是如果你带的补给不够多呢，你这个运气又不够好呢，你有可能在走这个迷宫的过程中呢，就会缺东少西的，有可能就会死掉啊。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啊。因为呢，这里边会少量的刷一些血肉兽啊，还会刷一些这个尸体啊，就是前人的尸体。这个前人的尸体身上有可能会有一些补给啊，算是我们的一个帮助啊。然后地上会有这种符号啊，我们就可以破译这个地绘啊，它会告诉我们这个出口的位置大概在哪个位置啊。阿里死了，阿里是谁啊？这可能是之前救过的一个军官吧。没注意啊，又忘了给他改那个饮食条件啊，他死了，死了啊，无所谓啊。破译了地绘啊，这个地绘是出口在西啊，上面它在左西，在左边啊。然后饿了，我们就吃一口啊。
好，然后我们继续破译。我这里是让我的核心小战士还带了清醒丸啊，这个遇到是吧，在这儿也没啥好睡的，能不睡我们就不睡了，一会儿把清醒丸给克，直接把这迷宫给解了啊！你看到这边其实就有算是补给点啊，你看到这边还给了你一个睡袋啊，生怕你那个啥，那有睡袋咱就睡睡吧啊，咱就睡睡，是吧？咱可以在这儿一会儿让他先睡一会儿啊，补给一下。好，睡醒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啊，继续破门啊，看看这里边的迷宫怎么样。这迷宫的大小基本上就是这个地图的这个全貌的这个大小啊，就是这么大一个范围，还是挺大的。我们必须要找到迷宫的出口才能出得去啊，找不到出口的话，我们是出不去的。这边有一个灰色雕塑啊，这个灰色雕塑呢，你可以走过去激活一下，激活它呢是可以，我记得是可以传送的啊。哦，这个激活就是复活啊，可以啊，复活就复活吧。我们往后走啊，离这里远一点啊。敌人的装备还别说还挺好的，可以不打吗？可能不太可以啊。好，先吸一个来啊，这里不太好弄了啊。这里不得已，我必须要用我的强力能力了，这不用就基本上不好弄了啊。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麻痹和这个眩晕脉冲对于盘上怪都是没有用的啊。狂暴脉冲可不可以？狂暴脉冲也不可以。哎呦，那对我们来说挺不好弄的。那对我们来说最好的解法就是隐身走掉啊，是最好的解法。我不理你不就完了？那这边就是出口了。那我们这边算是因为破解了2个地会，所以找的比较顺利啊。这种有尸体抓在旁边的，应该还是别碰为好啊。我这里还是大意了，我以为这边的这个雕塑绝大多数的应该还是以那个叫做什么传送的为主啊。我没想到还有这种啊，那就激活发现杯，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哎，别着急啊，这旁边有2个灰盒，这2个灰盒里真的刷。我刚要说啊，有可能小概率能刷到机械液的啊，那这就算没白来啊，没白来。这东西多少都不嫌多，多少都不嫌多。好，那我们这个扭曲的方尖碑也就结束了啊。至此呢，这个方尖碑就无所谓了，就算研究完了。好，那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期呢，就是触发了一个死灵阵啊，算是这个猎杀人类的死灵阵啊，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尸体算是补的差不多了啊，补的比较全了啊。我们之后呢就可以靠着这边的这个尸体来触发死灵阵了。我这里做了一个围挡，围挡之后呢，在这里放一个死灵弹啊，然后这边的炸开之后，这个死灵弹激活会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啊，来给这个死灵神更多的时间啊，来处理这边的袭击啊。当然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还是有点窄啊，我觉得可以考虑把这2边给它打开啊，让它再宽阔一点也可以啊，也可以。我这边再用一用看一看啊，再继续优化。这阵地都是边用边想边怎么改边优化的啊。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圣物任务，然后解锁了一个扭曲的方尖碑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不错，别忘了给下面一个3连。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